各位会活智库的家人们，我是陈浩，咱们今天聊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。您可能会觉得，运动吗？总是好的，尤其是咱们上了年纪，更得多活动筋骨。但如果您听说，您每天坚持的、认为有益健康的运动，可能正在悄悄地把您往医院里送，甚至危及生命，您会相信吗？您先别急着反驳。我给您讲一个就发生在上个月的真实故事，听完您就明白了。在开始之前，如果您觉得这样的内容对您和家人有用，请您给会活智库点个关注，再点亮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以后分享的更多实实在在的健康心得。也请您在评论区打个1，让我知道您也在关心自己的血管健康。好。咱们话不多说，直接进入正题。咱们故事的主人公叫林叔，家住新北市板桥区，今年72岁了。林叔退休这20年来，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，每天清晨5点，天还蒙蒙亮，他就会准时到中正纪念堂前面的广场上打太极拳。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是：这人啊，一天不运动，身体就得垮。家里人都知道他这习惯，也劝不住。就在上个礼拜，12月15号那天，气象局早就发了寒流警报，说体感温度会降到11度左右，清晨实际温度只有5、6度。那天早上，浓雾罩着整个广场，空气又湿又冷，吹在脸上就像小刀子似的。林叔的老伴在门口拽着他，心疼地说：“老头子，气象局都说了今天寒流，你再多套件外套吧。”林叔挥了挥手，不以为然：“没事儿，我运动多少年了，还怕这点冷？等会儿一动起来就热乎了。而且啊，头天晚上他还特意吃了顿姜母鸭，觉得补补身子更能御寒。”清晨5点10分，林叔到了广场，虽然冷得够呛，但广场上还是有10几位像他一样坚持的老朋友。他站到自己固定的位置，深深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，就开始一招一式地打起拳来。时间到了5点25分，太极拳刚打到第3套动作，林叔突然觉得胸口一阵发紧，那感觉就好像有只看不见的手死死攥住了他的心脏。他勉强停下来，用手捂着胸口，可那股难受劲儿不但没缓解，反而越来越厉害。紧接着，他额头上开始冒出大颗大颗的冷汗，2只手不住地发抖，气也喘不上来了。这时，一起练拳的张太太发现他脸色惨白，赶紧跑过来问怎么回事。林叔张了张嘴，话还没说出来，就觉得2条腿像煮软了的面条，一点力气都没有，整个人直挺挺地朝前栽了下去。张太太一边慌忙扶住他，一边带着哭腔大喊：“快来人啊！有人昏倒了，快打119叫救护车！”等救护车呼啸着赶到的时候，林叔已经没有了呼吸和心跳，救护人员1秒都不敢耽搁，在车上就开始拼命给他做心肺复苏，一路按压着胸口往台大医院的急诊室冲。到了医院，心电图显示他的心跳已经停止超过20分钟了。急诊室的医生们用上了所有能用的办法，电击、打强心针、插管抢救，整整折腾了3个小时，总算把林叔的心脏重新按回了跳动的节奏。但是，因为大脑缺氧的时间实在太长了，严重的后遗症还是留下了。林叔的右半边身体完全瘫痪，话也说不清楚了。当他的儿子从高雄连夜赶回台北，在重症监护室外面，看着浑身插满管子的老父亲，这个7尺男儿一下子就崩溃了。他抓着医生的手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医生，我爸爸他明明那么注重健康啊，20年来天天运动，一天都没落下过。他不抽烟，不喝酒，吃的也清淡，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？医生叹了口气，很郑重地告诉他，您父亲不是被运动打倒的，他是在错误的时间、错误的温度下，用了错误的方式去运动，才倒下的。朋友们，
这不仅仅是林书一个人的悲剧啊！就在同一个星期，台北、新北、桃园这3个地方加起来，就有18位70岁以上的长辈，因为坚持在寒流袭来的清晨外出运动，被送进了急诊室。而卫生福利部公布的一组数据，更是让人心惊肉跳。从去年12月到今年2月，短短3个月冬天，全台湾70岁以上因为运动出问题送急诊的案例，竟然高达4200件。算下来，平均每天就有47位长辈因为运动这件事躺进医院。国民健康署的研究说得非常清楚，当寒流来袭，气温跌到15度以下的时候，清晨坚持去户外运动的70岁以上长辈，突发心肌梗塞的风险是平常的3.8倍，而脑中风的几率更是飙升到平常的4.2倍。台大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说得特别严肃，他说，很多长辈误以为冬天运动更能增强抵抗力，这是个非常危险的误解。人过了70岁，血管的弹性已经大不如前，突然接触寒冷空气，血管会急速收缩，血压瞬间就能飙升30到50个单位。这对心脏来说，简直就像脖子被人狠狠掐住一样。所以今天，我必须要跟您说清楚，有6种运动在冬天里是绝对不能做的。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家人朋友还在做，请一定立刻停下来，因为下一个在急诊室里抢救的，很可能就是您。但是您也别害怕，今天我不仅告诉您哪些危险，更会仔仔细细的教您，在寒冷的冬天到底该怎么安全的运动，怎么才能真正保护好您那已经不再年轻的心脏和血管。这些方法一点也不复杂，不用花什么钱，甚至在家里就能轻松完成。如果您身边也有像林叔那样，冬天还倔强的非要大清早出门运动的长辈，请您一定把咱们今天这番话分享给他。您这一个简单的分享举动，说不定就能挽回一条宝贵的生命。好啦，现在请您回想一下，您平时冬天都是几点出门运动的？接下来，我就要跟您说说的一种在冬天里堪称隐形杀手的运动方式。这种运动看起来健康的不得了，每天都在全台湾各个公园里上演，可一旦碰上寒流，它就露出了狰狞的面目。这第一个危险运动，就是在湿冷的清晨，去户外打太极拳或者跳广场舞。您心里可能嘀咕了，太极拳那么慢，广场舞也就是活动活动，能有什么危险？您别急，听我跟您分析。问题啊，根本不出在太极拳或者广场舞本身，而是出在您运动的时间和外面的温度上。您想啊，当气温降到15度以下，特别是清晨5点到7点这段一天里最冷的时候，您从暖和的被窝里爬起来，屋里可能还有18、9度，您骑着车或者走着路到了公园，一下子扎进只有10度左右的冷空气里，这时候您身体里的血管会怎么样？它们会唰的一下收缩起来，就像您把一根橡皮管子猛地捏扁一样，管子里的压力肯定会瞬间增高啊。您的血压就是这么在几分钟内，从120飙升到160甚至180的。台大医院的研究早就发现了，咱们70岁以上的长辈，血管弹性比年轻时候少了1半都不止，血管内壁上还容易堆积一些斑块，就像水管里的水垢，血压猛地一冲，这些斑块就可能破裂，形成要命的血栓。这血栓要是堵在心脏，就是心肌梗塞，跑到大脑，就是脑中风。更吓人的是，冷空气还会让您的心脏跳得更快、更费力。咱们年纪大了，心脏本身的泵血能力可能只剩年轻时的60%，现在又要他在严寒里加班工作，他怎么受得了？新北市有位69岁的吴淑美阿姨，就是活生生的例子。她每天早晨6点雷打不动去社区公园跳广场舞。去年12月一个寒流天，气温才10度，她照常去了。那天音乐节奏挺快，每分钟得有140拍，他跟着音乐转圈，
跳跃，跳到第3首歌，做了一个快速的旋转动作，突然就听到腰部咔一声响，接着剧痛袭来，整个人就瘫在地上了。送到长庚医院一查，腰椎压缩性骨折，足足断了3个地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寒冷让他的关节变得僵硬，湿气让关节液也不润滑了，加上他本身就有骨质疏松，骨头脆得很，这么猛的一转，骨头哪里还撑得住？那咱们该怎么办呢？如果您冬天真想活动活动，请务必记住3个绝对。第一，绝对不要在清晨5点到8点这段时间去户外运动，老老实实等太阳出来，气温回升到18度以上再说。第二，如果气象局已经发布了寒流警报，那当天就绝对不要出门运动了。第三，把运动场地改成室内、社区的活动中心，逛逛百货公司，只要是暖和、室温超过20度的地方，都比户外强100倍。说完了这第一个，咱们接着来看第2个危险运动。这第2个危险运动是在寒流期间，还非要坚持去登山或者爬楼梯。咱们台湾的长辈很多都喜欢爬山，象山、阳明山，各个步道，周末总是热热闹闹的。爬山确实能锻炼心肺和腿脚，但您要知道，冬天的山上可比平地冷多了，平地12度。山上可能就只有7、8度，像阳明山顶，体感温度接近0度都是有可能的。台中北屯区74岁的林书志文伯伯，就是在大坑步道出的事。他每周都要去爬那条很陡的4号步道，上面有很多垂直的木梯。去年12月一个周日，寒流来了，气温只有10度，他儿子劝他别去了。林叔伯伯很固执，说我爬了10年都没事，怕什么冷？结果等他爬到山顶，一身大汗，山顶的冷风一吹，汗水迅速蒸发，带走了大量体温。他马上开始觉得手脚冰凉，头晕眼花。下山的时候，在木梯上一脚踩滑，从2米高的地方摔了下去，送到医院，脚踝和手腕都骨折了，还因为体温过低出现了轻微的失温症状。长庚医院的骨科主任说，冬天登山的危险不只是摔跤骨折，更隐蔽的是失温。人过70，身体调节体温的能力差了很多，在寒冷环境里，体温流失非常快，一旦核心体温降到35度以下，人就会意识模糊，心跳变慢，那可是有生命危险的啊！而且下山的时候往往更危险，因为精神容易松懈，膝盖承受的压力却是上山时的好几倍，再加上关节僵硬，很容易受伤。所以啊，如果实在想爬山，等春暖花开再去，或者选一些平缓的步道，千万别逞强去挑战陡峭的山路。记住，平安回家比登上山顶重要10000倍。接下来是第3个危险运动，这个特别容易被忽视，就是冬天吃完姜母鸭、羊肉炉或者火锅之后，马上就去运动。很多长辈觉得冬天进补了，身子暖和了，正好去运动消耗一下，这不是一举两得吗？我告诉您，这个想法大错特错，非常危险。您想想，一碗姜母鸭的汤，里面的钠含量可能就超过3500毫克，这是咱们一天建议摄取量的2倍还多。火锅的汤底更是高盐、高油的重灾区，吃完这些，您的血压在接下来1-2个小时内会急速上升。更要命的是，吃饱饭后，血液都集中到胃部去帮忙消化了。这时候如果您去运动，血液又要分一大半去支援肌肉，您的心脏就得同时伺候消化系统和运动系统这2大老板，负担得多重啊！您看，冬天寒冷，血管已经在收缩了，高盐饮食，血压已经升高了，再加上运动让心跳加快，这3大因素凑在一起，简直就像给心脏套上了3层紧箍咒，它不罢工才怪呢。所以国民健康署明确建议，如果吃了这类进补的大餐，至少得等上3个小时再考虑运动。
而且当天最好只做一些室内的轻度活动，千万别剧烈运动。前面说的这3种危险运动，可能有些长辈已经意识到要小心了，但接下来我要说的3种更加隐蔽，坑也更深。这第4种危险运动是冬天在公园里过度使用那些健身器材，特别是扭腰器和太空漫步机。卫生福利部去年的数据明明白白地显示，70岁以上因为用公园健身器材受伤送急诊的案例，冬季3个月就有1800件，比夏天多了3倍。为什么冬天特别容易出事？因为冷啊，寒冷会让咱们的关节变得僵硬。您的腰、背、脚踝，在清晨10几度的低温下，关节液会变得像冬天冷掉的机油一样粘稠，不润滑了。新北市有位68岁的王太太，去年12月的一个早上，在公园用扭腰器，她站在上面，双手抓着扶手，左右使劲地扭动腰身。她觉得扭的幅度越大，越用力效果越好。结果扭了大概5分钟，只听腰部咔一声脆响，一阵剧痛袭来，她当场就动不了了。送到医院一查，腰椎第4和第5节之间的椎间盘突出了，还压迫到了神经，右腿都没知觉了。长庚医院的骨科医生解释说，冬天咱们关节的僵硬度是夏天的2倍，在这种状态下做大幅度的旋转动作，受伤风险太高了。如果您真想用这些器材，千万记住，冬天的动作幅度要减半，速度要放慢一半，时间别超过5分钟，而且一定要等到太阳出来，气温升到18度以上再用。第5个危险运动是倒退着走路，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倒行。很多长辈听说倒着走能治腰痛、练平衡，所以特别喜欢在公园或河滨步道上倒着走。但这个运动在冬天危险性会成倍增加。第一，您倒着走，看不见身后的路啊。冬天清晨公园地上有露水，有落叶，特别滑，您根本不知道后面有没有石头、树根或者坑洼。第二，人过了70，平衡感本来就不如从前了，下降了得有60%，再加上天冷反应变慢，一旦脚下一滑，您根本来不及用手去支撑。第三，这种向后仰面摔倒的姿势是最要命的，很容易摔到尾椎骨和后脑勺，这2种伤的后果都非常严重。高雄左营区70岁的张雅玲阿姨，就是在爱河河滨公园倒着走时出的事。去年12月一个下午，气温14度，她像往常一样倒着走，走了10来分钟，脚后跟没看见后面一个凸起的树根，一脚踩上去，整个人向后重重摔倒在地，送到高雄长庚医院，诊断是右脚踝骨折，还有轻度脑震荡，在医院躺了2个月，出院后还得靠助行器走路。台湾老年医学会的研究指出，70岁以上长辈倒着走摔倒的几率是正常走路的8倍，在冬天湿冷的环境里，这个数字会变成10倍以上。如果您真想训练平衡感，有个安全100倍的方法，在室内扶着牢固的椅背，单脚站立，每次坚持30秒，左右脚轮流做，效果一样好，还绝对摔不着。这第6个，也是最后一个危险运动，是冬天清晨在河滨骑自行车超过1个小时。骑车对膝盖压力小，是项好运动，但冬天的河滨温度比市区还要低个3、5度，加上河边风大，体感温度更低，寒风会直接往您胸口和脸上灌。桃园73岁的黄伯伯，每天早上6点准时沿老街溪河滨骑车1小时。去年12月一个寒流早晨，气温11度，河边风更刺骨，他骑了40分钟，开始觉得手指僵硬，车把都快握不住了，胸口也发闷，但他又坚持了10分钟，突然感到天旋地转，眼前一黑，连人带车摔在路上，送到医院，确诊是心肌梗塞。虽然抢救及时捡回1条命，但心脏功能严重受损，只剩正常人的1半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
因为冷风直接刺激呼吸道和肺部，心脏为了给身体供暖就得拼命工作，负担太重，而且长时间坐在狭窄的车座上，会压迫到会阴部位，影响下半身的血液循环。所以冬天如果想骑车，务必遵守3条：第一，别在清晨或傍晚这些低温时段骑；第二，骑车时间控制在30分钟以内；第三，一定要全副武装，穿上防风外套，戴上帽子和手套。好了，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6种冬季运动陷阱。第一，清晨在湿冷户外打拳跳舞；第二，寒流天坚持登山爬楼；第三，进补后立刻运动；第四，过度使用公园的扭腰器等器材；第五，危险的倒着走路；第六，在河滨长时间骑自行车。您看看，您或者家人朋友是不是正在做其中某一样？但是话说回来，不让我们做这些，那冬天难道就窝着不动吗？当然不是。接下来，会活智库就要给您支招，告诉您几种既安全又有效的冬季运动方法，您在家里就能做。这第一个安全运动，特别简单，就是在室内温暖的地方慢慢的走路。您可以去社区的活动中心，或者逛逛百货公司，只要是室温超过20度的室内空间都行。为什么这比户外安全？因为温度恒定，地面不滑，也没有寒风偷袭。怎么走呢？速度要慢，每分钟走80到100步就刚好，就是那种一边走还能一边轻松聊天，不会气喘吁吁的速度。每次走上30分钟就足够了。您甚至可以把它拆开，早上、中午、晚上各走10分钟，效果一样好。台北大安区有位70岁的李阿姨，去年冬天开始就这么在百货公司里走路，每天9点半去走半小时，3个月下来，血压从150稳稳地降到了130。第二个安全运动更省事，就在家里坐着，做5个简单的椅子操。坐着运动，安全系数是最高的，根本不用担心摔倒。您准备好一把结实的椅子，跟着我做的一个动作，双手缓慢向上举过头顶，再慢慢放下，重复10次，这个能舒展肩膀和手臂。第二个动作，轮流把一只脚向前伸直，脚后跟点地，保持5秒钟，然后换脚，左右各做10次，能锻炼腿部力量。第3个动作，肩膀向前、向后各转10个圆圈，缓解肩颈僵硬。第4个动作，双脚踩地，反复做抬起脚跟，再放下的动作，做20次，能锻炼小腿，促进血液循环。第5个动作，保持腰背挺直，上半身缓缓地向左、向右转动，各做10次，活动腰椎。这一套5个动作做下来，大概15分钟。每天早晚各做1遍，全身都能得到温和的锻炼。第3个安全运动是关键中的关键，就是每天早上醒来，先别急着下床，在床上做10分钟的伸展。您可以在床上像猫咪伸懒腰一样，把双手双脚尽量舒展开，也可以双腿弯曲，膝盖并拢，像钟摆一样左右轻轻摇晃腰部。做完这些，再慢慢坐起来，在床边静坐1分钟，让身体适应从躺到站的变化，最后再站起来。台大医院的研究证实，每天早上坚持做这套床上伸展操的长辈，白天意外跌倒的几率能降低70%，这可是不起眼却大有用的好习惯。第4个安全运动是选对运动的黄金时间。冬天里，最适合出门运动的时间段是上午9点到11点，以及下午2点到4点。这2个时段是一天中气温最高、阳光最好的时候。您一定要牢记，绝对要避开清晨5点到8点这段最冷、最危险的时段。如果天气预报说寒流来了，气温降到15度以下，那您当天就乖乖在家，做做椅子操和床上伸展就好了。千万别跟老天爷较劲。第5个安全运动是记住几个重要的保命提醒。
如果要出门，记得洋葱式穿衣，里面穿吸汗的，中间穿保暖的，外面套防风的，帽子、围巾、手套不能少。如果头天晚上吃了姜母鸭、火锅这类大餐，第二天运动量要减，因为血压可能还在高点。每天该吃的药一定按时吃，吃完药休息半小时以上再运动。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，运动中一旦出现胸口闷痛、呼吸困难、头晕眼花、突然冒冷汗这任何一种情况，必须立刻停止所有动作，马上坐下休息。如果休息了5分钟还不缓解，别犹豫，立刻拨打119求助，时间就是生命。新竹市68岁的陈伯伯，去年冬天开始就用了咱们汇活智库推荐的这些安全方法。早上醒来，床上伸展10分钟，上午在家做15分钟椅子操，下午再去社区中心慢走30分钟。3个月坚持下来，他觉得自己体力好了不少，血压一直很平稳，整个冬天连感冒都没得过，更不用说去医院了。您看，安全有效的运动带来的才是实实在在的健康。说到这，我还得跟您讲讲林叔后来的故事。经过3个月的抢救和治疗，林叔从重症监护室转到了复健病房。虽然右边身子还不能动，话也说不利索，但他开始在复健医生的指导下，从最简单的床上运动，坐椅子、抬手抬腿做起。刚开始他特别灰心，说这算什么运动，跟我以前打拳比差远了。复健医生握着他的手，恳切地说，陈先生，运动不是为了比赛，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多厉害，运动是为了让您更健康，是为了让您能自己照顾自己，不给儿女添麻烦，是为了能有质量、有尊严的生活啊。这句话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林叔的心结。他想起那个寒流清晨，老伴的叮咛和自己的固执，想起儿子奔波请假，老伴日夜陪护的辛苦，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从那天起，他再也不抱怨了，每天都认认真真的做复健，做那些看似简单枯燥的动作。1个月后，他能自己拿勺子吃饭了。2个月后，他能扶着助行器慢慢挪步了。3个月后，他已经可以在室内不用搀扶慢慢走路，说话也清楚多了。上个礼拜我去探望他，他坐在复健室里，脸上有了笑容。他对我说，以前啊，我总觉得运动就得拼，得出汗才叫锻炼，现在我才真的懂了，对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，安全比什么都重要。要是能重来，我绝对不会在那个冷死人的早上往公园跑，我就在家里，在暖和的房间里，慢慢做这些安全的小动作，这样我就不会倒下，不会让全家人跟着我受罪，担心了。各位汇活智库的家人们，林叔的教训真的不是个例，每年冬天都有成千上万的长辈因为用错了运动方式而倒下，但这些悲剧本来都是可以避免的。现在，我想请您，为了您自己，也为了爱您的家人，做出3个小小的承诺。一个承诺，从今天起，我不会再在寒冷刺骨的清晨去户外运动了。如果气温低于15度，如果寒流警报响了，我就在家里安心做我的椅子操和床上伸展。第2个承诺，从今天起，我会主动选择温暖、安全的室内空间去活动。社区中心、百货商场，哪里暖和我去哪里，再也不去公园吹冷风，跟老天爷较劲了。第3个承诺，从今天起，我会牢记，运动是为了健康长寿，不是为了逞强好胜。我不跟别人比，累了我就歇，不舒服了我马上就停。如果您愿意做出这3个承诺，请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一遍。如果您身边还有坚持在寒冬清晨出门运动的老朋友、老邻居，请您像个家人一样，耐心地把咱们今天讲的这些道理和危险告诉他，把汇活智库的这份关心分享给他。您这一个温暖的举动，也许就是在守护他的健康和全家人的幸福。运动是为了让我们活得更健康、更长久、
更有活力，是为了能多陪陪老伴，多看看儿孙的笑脸，而不是为了让我们躺在冰冷的病床上，让家人揪心流泪。只要选对了时间，找对了地方，用对了方法，在温暖的室内做一些简单安全的动作，您就能稳稳当当的收获健康。请记住您对自己的那3个承诺，从明天早晨醒来那一刻开始，就用一种全新的、安全的方式去拥抱运动，去拥抱健康的生活吧。相信3个月后，您一定会感谢今天这个做出了正确决定的智慧的自己。祝福每一位长辈都健康、平安、温暖地度过每一个冬天。咱们会活智库会一直在这里陪伴您，守护您。